这男人长得太帅也是种负担。像咱们的男主邢建峰，他到证券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被业务部的经理赵琴看上了。率真的赵琴直接跟老总要人，于是邢建峰这个怀揣操盘手梦想的财经大学高材生便被分到了赵琴赵经理手下。听说过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事吗？我就是这样的女上司。咱可别误会，这赵琴可不是黑山老妖婆爱吃小鲜肉，她对邢建峰确实是一见钟情，真心喜欢。而对于喜欢的人，自然不能让他太累着。赵琴安排给邢建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干洗店取衣服。回来的路上，邢建峰远远看到了正在发呆的娄厂长。这娄厂长之前带了2800万来，跟着月星证券一起坐庄通达橡胶，却没想到从他进场开始，这只股票就再也没有翻红过。这上下1个点的波动，对于他这种小庄家而言，可就是200-300万的输赢。相比几天前的志在必得，如今的娄厂长可谓是心力交瘁，连股市开盘都不敢去看了。原本那雷军式的发型也顾不上梳理，任由在风中凌乱。娄厂长在风中凌乱之时，月星证券的操盘中心赵琴赵经理也很凌乱。这次月星坐庄通达橡胶，他是首席操盘手，可任凭自己使出各种招数，广大的股民散户就是不跟进。相比于娄厂长的2800万，他们月星证券已经投进去8个亿了，要再没起色，这家老字号的券商恐怕就得关门大吉了。比赵琴更着急的是公司的老大封总，他纵横江湖几十年，没想到在这儿遭遇了滑铁卢。此刻的他正跟自己的心腹薛书玉薛总商量对策，前面8个亿已经套进去了，公司账上还有1个亿，能否翻盘就看这1个亿怎么用了。转眼到了下班时间，邢建峰又碰到了失魂落魄的娄厂长。只见他点了3根烟，竖在地上，如同上香一般。邢建峰跟他聊了几句，才得知他那2800万已经全赔进去了。邢建峰倒吸了口冷气，2800万呀，堆在桌子上像小山那么高，这才几天就全没了。老娄苦笑道：“这是坐庄，不是小散户炒股。那2800万在这么大的盘子里，那就是一滴水。富贵险中求，我老娄算是栽了。”邢建峰见他如此凄凉，便把自己的鸡腿饭留给他，又安慰了几句，才起身回家。可等邢建峰刚走到门口，老娄便跳楼了。望着血肉模糊的老娄，邢建峰第一次认识到坐庄的残酷性。老娄的死让困境中的月星雪上加霜。之前监管部门就已经怀疑月星伙同几个庄家操控通达橡胶，而今老娄这一跳，更是坐实了这种怀疑。证管办的王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判断此时的月星极有可能铤而走险。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官员，他必须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老王主任带着下属任敏来到月星证券，提醒月星的2位老总，哪怕形势再危急，也要遵纪守法，切莫违规操作。2位老总嘴上说着是是是，好好好，心里却根本没当回事儿。毕竟现在月星的局面，按部就班就是死路一条，奋力一搏，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但就算是奋力一搏，怎么个搏法，却是最大的难题。之前8个亿投进去都没啥起色，剩下这区区的1个亿，又如何扭转乾坤呢？形势危急，封总召开全员大会，宣称不管是谁，只要有办法救公司，可以答应他的所有要求。说着还当众一跪，以表决心。他的心腹薛书玉薛总自然也陪着跪下，周围的人也只能劝慰起来，却依旧拿不出有用的方案，甚至不少人还在看热闹。这倒也不奇怪，您看外面那些公司，甭管多大，关键时刻真正着急的就核心的那几个人，其他的都是跟着演个戏。当然，那几位也是平日分赃吃肉最多的主。对于他们来说，公司就是事业，而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人而言，那就是份工作。比如咱们那位赵琴赵经理，在如此凝重的会议气氛下，他依然是轻松愉快。与他相反的是刚入职没几天的底层打工人邢建峰，他可不想刚上班就下岗，尤其是看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薛总也跪下时，那股拯救公司报答薛总的赤子之情立刻燃烧起来。邢建峰缠着赵琴，让他帮自己想一个拯救公司的方案。在他看来，赵琴这个业务部经理肯定有办法，可他不知道这次通达橡胶的操盘手就是赵琴。此时的他早已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了，更何况他也不太在意公司的死活。这公司要倒闭了，好像你根本就无所谓啊。我当然无所谓，像我这样的操盘手，还有这么多的客户资源，我到任何一家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去，他们都觉得是他们的荣幸，他们都巴不得呢。邢建峰对他的冷血很愤慨，说他没有同情心，一旦公司倒闭，我们这些底层打工人都得失业。赵琴微微一笑，别人我可以不管，不过你可以跟着我走嘛。邢建峰是个富贵不能淫的人，坚决不是软饭，可他越是拒绝，赵琴就越是喜欢他，甚至不顾影响，在办公室里就大胆地跟他示爱。此时的邢建峰心里也挺矛盾，
他并不喜欢赵琴，但却需要赵琴帮他弄个起死回生的方案来。左右为难之下，他也只能做出最大的牺牲，在电梯里偷偷亲了赵琴，说这是自己最大的底线了。赵琴见他一脸拧巴的囧样，爱意大发，答应帮他想办法。咱们前面也说了，赵琴也没什么好办法，不过他知道一个人有可能妙手回春，这个人就是号称股市不死鸟、操盘必胜客的刘知询刘老师。他是高手中的高手，是现实版的鬼才丁元英。不过刘老师已经退隐江湖多年，而且脾气很怪，能不能请他出手指点，就得看你邢剑锋的造化了。